在职场、朋友圈，甚至家庭里，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？你真心帮人，他却暗地里拆你的台；你替他说话，他却在背后捅你一刀；你信任他，他却拿你的信任当筹码。而最讽刺的是，最后吃亏的永远是你这个讲道理的人。善良的人总是以为只要真诚就能换来真心，结果却发现小人从不讲理，他们只讲利益。今天这支影片和你聊聊，如何用3个策略让小人不敢再动你，反而还得笑着敬你3分。这不是报复，而是一种更高级的自我保护。第一招，装傻是最聪明的防身术。很多人一听装傻就会皱眉，觉得那是懦弱，是逃避，甚至是没自尊。但真正聪明的人知道，装傻不是你不懂，而是你选择不说破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太聪明太直接的人往往最容易被当成眼中钉，而那些懂得装傻的人反而能全身而退，处处逢源。公司里有个业务员叫阿强，他是那种典型的老实人，做事踏实，嘴巴也笨。有一天，主管要他负责一个重要客户，而他的同事阿康却暗地里动手脚，偷偷跟主管说，阿强这人太老实了，怕他搞不定。结果主管开始对阿强的能力产生怀疑，阿康趁机接下那个案子，却做砸了。奇怪的是，阿强没有出言反驳，也没有去告状，只是淡淡的笑着说，没事，主管交给谁都行，反正我们是一个团队嘛。几个月后，新的大客户上门，主管又犹豫要交给谁，阿强依旧不争，笑笑的说，这次让阿康主导，我来协助。结果案子一半卡住时，阿强默默帮忙收拾残局，成功救回客户。主管这才看清楚谁是真的有能力，谁在搞小动作。最后升职的是阿强。你看阿强的装傻，不是无能，而是让对方自己露馅的策略。他不争，不代表他不清楚，他只是让时间替他说话。有句话说得好，看似糊涂的人往往最清醒。对付小人，不是你要多聪明，而是让他以为你笨。你笑着让他演，他会以为自己占了便宜，但你却在暗中记下他的套路，一次看清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装傻，因为装傻不是退让，而是不让对方看穿自己。就像古人说的，深藏不露是一种武器。第二招，学会借力，让小人自己掉进坑里。在很多冲突里，直接对抗往往消耗最大，风险也最高。更高明的方法是借力，把对方的攻击引导到他自己身上，让他的行为把他的把柄露出来。小人的恐惧不是你会立刻报复，而是他怕被曝光，怕被逼到必须承担后果。你的任务就是设计一个情境，让对方自愿走进那个曝光的陷阱。阿明家隔壁住着一位爱挑剔的邻居，每次阿明家的树叶飘到他院子里，他就跑来骂人。阿明没吵，只说那我帮你清干净好了。隔天他特地请清洁公司来，把整条街都扫得一尘不染。结果大家都夸他，阿明人真好，这条巷子多干净。那位邻居反而被邻居们嘲笑，你怎么连这样的人都骂？借力有时不是报复，而是借别人的挑衅，让自己的形象更亮眼，让对方在群体中自陷尴尬。这就是所谓的以退为进，借力打力。对付小人最妙的方式不是对抗，而是让他自己掉进自己挖的坑。一位老板被竞争对手诬陷，公司被匿名信指控品质问题，他没有立刻辩解，而是顺势开记者会，说我们非常重视品质，感谢外界的关注，这次正好让我们公开检验流程。结果媒体报道后，公众看到他们的高标准，品牌信任度反而提升，匿名信那边再也不敢出手。借力不仅是防身，更是化敌为推力。懂得把危机转成展示舞台，就是高手的思维。小人最怕什么？不是你生气，而是你冷静。你越冷静，他越慌，因为他无法预测你的底线。当你能用策略让他自己暴露问题，他就再也不敢轻举妄动。对付小人，
不需要剑拔弩张，只要让他觉得你比他还深，他就会主动退3步。第3招，该硬的时候千万别软。阿明是个很讲情分的人，他在公司里被上司压榨，同事抢功，还总替别人收烂摊子，大家都夸他脾气好，人缘好，但最后升职名单里没有他。有一天，他终于明白，这世界不会因为你善良就对你温柔。从那天开始，他改变了。当同事再把责任推给他时，他直接在群组里说，这部分是小张负责的，我有记录，语气平静，但立场明确。在有人暗地里挑拨，他就公事公办，用记录，用事实回击。几次之后，那些人不敢再碰他。你看，所谓翻脸，不是发脾气，而是立界限。你越是软弱，小人越觉得你好欺负；你越是坚定，他越会尊重你。人性有一个残酷真相，人只敬畏有底线的人，就像狼不会咬人的狗，小人也不敢动敢反击的人。所以该硬的时候一定要硬，这不是凶，而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智慧。生活中我们不可能不遇到小人，但真正决定你会不会被他们影响的，不是他们的阴险，而是你的认知层次。聪明的人懂得识人，看一个人不只看他对你笑不笑，而要看他怎么对比他弱的人。真心的人对谁都温和，小人只对有用的人笑。所以不要害怕遇到小人，要害怕的是你还没学会分辨、保护、应对。真正成熟的智慧是既能笑着与人相处，也能冷静的设防。有时你的沉默是最强的回击，你的距离是最好的边界，你的翻脸是最有力的宣告。别让善良成为你被伤害的理由，让善良有牙齿，让微笑有分寸，这样的你才会活得既有温度又有力量。总结今天的3个策略： 1. 装傻是智慧的盾牌，看似迟钝，其实冷静观察，让小人误判你就是你的胜利。2. 借力是聪明的攻防，不急着对抗，让他自己陷入自己设的局。3. 翻脸是底线的宣告，该硬时硬，该笑时笑，让人知道你不是谁都能动。记住，你不必成为坏人，但要有坏人的智慧；你不必去伤人，但要有不被伤的能力。真正的高手不是与小人厮杀的人，而是能笑着让小人无计可施的人。从今天开始，别再因为怕尴尬而忍气吞声，别再因为太善良而被人践踏。你可以温柔，但请带着锋芒；你可以宽容，但要有原则。当你变得难被利用，小人自然会绕着你走。如果你也曾被小人伤过，那么这支影片希望能给你一点力量。善良不是错，但没原则的善良是一种自我消耗。别害怕变聪明，因为你只是学会了保护自己。